大家都以为中美贸易战只是一场政治秀，但这其实是一场残酷的财富大洗牌。今天我们要聊的不是无聊的国际新闻，而是川普重启的301条款调查。这把悬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到底会怎么切开你我的钱包？看到这支影片，最后你会明白为什么你现在不经意的理财决定，可能在3年后让你的一生积蓄大幅缩水。2026年3月的北京峰会刚刚落幕，新闻媒体都在大肆报道双方握手言和的表象，但其实谈判桌下早就暗流汹涌。川普政府真正的大招根本不是关税，而是这个被多数人忽略的301调查。这不是一般的外交辞令，这是直接针对全球供应链大动脉的精准爆破。要看懂这场神仙打架，我们必须撕开新闻表面的伪装，走进巨头们真正胆战心惊的董事会。301条款听起来像个拗口的法律名词，但它的本质是美国总统的无限开火权，不需要经过漫长的国会审查，只要认定对手有不公平贸易行为，就能直接拉起高耸的关税城墙。很多人以为这只是把商品变贵而已，如果你也这样想，就太天真了。这是一场针对底层资本流动的无情猎杀。过去几年，我们不断听到一个热门词汇，叫做中国+1的供应链转移。无数跨国企业把工厂搬到东南亚，或是越过太平洋来到墨西哥，以为这样就能躲避大国博弈的制裁。但我们来看一份真实的财务数据：2025年，墨西哥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中，有极大比例的资金源头根本无法追溯，或者说整个华尔街都在装瞎。这背后隐藏庞大的亚洲资本，他们把半成品零件运到蒙特雷的工业区，简单组装后贴上墨西哥制造的标签，然后大摇大摆享受零关税进入美国市场。你以为华盛顿的政客不知道这场文字游戏吗？他们心里太清楚了。这次301调查真正的屠刀，就是要彻底斩断这条暗度陈仓的地下管线。这也是为什么最近原物料市场波动如此剧烈，因为这不是在简单调整税率，这是在暴力重新分配全球的产能版图。大企业的利润空间被瞬间极度压缩，这就像把一个生态系里的氧气瞬间抽钱，体质不好的中小企业会最先窒息而死，而剩下的市场份额就会被那些有能力布局全球的巨手吞噬。这就是资本市场最血淋淋的达尔文法则。我们回顾一下历史，就能发现惊人的相似处。上世纪80年代，美国也动用过同样的武器，当时的对手是如日中天的日本。美国透过301条款进行极限施压，硬生生打断了日本半导体产业的脊梁骨。当时的日本也尝试把产能转移到东南亚，试图绕过贸易壁垒，但最终依然无法逃脱资本被收割的命运。现在这套剧本被重新拿出来，只是这次的对手体量更加庞大，牵扯的利益网络也更加错综复杂。川普的策略非常明确，就是要用极高的关税预期作为筹码，逼迫供应链进行时质性的硬脱钩。这不是开玩笑的政治口水，这是真金白银的战略挤压。当跨国公司发现绕道墨西哥也无法幸免时，他们面临的将是灾难性的审煤成本，几100亿美元的厂房投资可能瞬间变成废铁。这种恐惧会像病毒一样在资本市场蔓延。喝口水。接下来的逻辑可能会有点烧脑，这听起来很扯，对吧？但事实就是这么魔幻。如果你也看懂了这个可怕的阳谋，帮我点个订阅。我们这群少数清醒的人继续往下看，让我们潜入这场博弈的深水区，来谈谈供应链的物理学极限。很多人有一种天真的幻想，以为工厂就像电脑里的档案，滑鼠拖曳一下就能复制贴上到另一个国家。但现实世界的实体经济有沉重的重力，建立一个成熟的制造基地，需要的不是只有便宜的土地跟劳工，你需要高度稳定的巨型电网，需要四通八达的深水港口与高速公路，更需要周围500公里内有成千上万家能随叫随到的零件供应商。这就是所谓的产业聚落效应，它需要几10年的时间才能慢慢长成。川普的关税政策与调查其实就是想打破这种物理上的惯性，透过极端的行政手段强行提高全球贸易的摩擦力。我们可以用演算法的底层逻辑来理解，过去40年的全球化进程是一套追求效率极大化的最优解演算法，哪里成本低就去哪里生产，哪里有人口红利就往哪里投资。但现在这套演算法被强行植入了新的变数，这个变数叫做国家安全与地缘风险。当安全取代效率成为第一优先，整个系统的运算结果就会彻底翻转。我们拿目前最火热的人工智能产业来说，大家都在谈论算力巨兽，但维持这些巨兽运转的基础设施其实高度依赖全球化的精密分工，从数据中心的巨型变压器到散热系统的特殊金属材料。如果301条款将这些节点一一封锁，这会带来什么后果？也会让科技发展的物理成本呈现指数急爆发。你以为你只是买不到便宜的电动车，其实是整个社会的创新动能正在被锁死。这就是物理极限对资本主义的降维打击。你可能会问，这跟我们普通人有什么关系？关系太大了。我们这代人从小到大习惯了每年换一只功能更强的手机，习惯了超市里永远买不完的便宜商品，这一切的繁荣基础都建立在那个完美运转的全球化引擎上。现在这个引擎被扔进了一把名为关税的沙子，机器开始发出刺耳的尖叫声，
产能的强制转移不是变魔术，重建基础设施需要天文数字的资本投入，而这些新增加的巨大成本绝对不可能由那些跨国巨头自己吸收，他们会透过财报上的价格调整，精准地转嫁到每一个终端消费者身上。我们即将面临的是一个万物皆贵的新世界，当便宜的商品不复存在，你的薪水购买力就会被无情地腰斩。这就是我前面说的阶级流动危机。富人可以透过配置避险资产来转移风险，但普通人只能默默承受物价飞涨的惩罚。你的存款在银行里看似没有减少，但它能换取的生存资源却在快速蒸发。这是一场没有声音的财富掠夺。把视角拉高，我们来看看人类文明演进的维度。这次的贸易争端与条款重启，其实标志一个历史超级周期的终结。从冷战结束以来，我们经历了长达30多年的黄金时代，资本跨越国界，自由流动，科技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生产力爆发。我们以为世界会永远这样扁平下去，但历史就像一个巨大的钟摆，当效率走到极端，反作用力就会无可避免的降临。现在钟摆正在用力荡向另一个极端，也就是地缘政治的彻底堡垒化。国家之间的信任已经彻底破产，大家都在筑起高耸的贸易高墙，试图在自己的院子里打造完整的生态系。但这在物理上和数学上都是不可能的任务。地球的资源分布本来就不平均，强行逆转这种自然规律，代价将会是全球经济的长期停滞。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里，不会有真正的赢家，只有受伤程度不同的幸存者。供应链的暴力重组会创造出短暂的暴利机会，某些拥有特殊资源的新兴国家可能会因此吃到时代的红利。但从整个人类社会的宏观视角来看，我们是在消耗巨大的能量去重复建造已经存在的东西。这是一种文明级别的疯狂内耗，几百亿的资金不拿去研发和融合，不拿去攻克癌症，而是拿去在沙漠里重建一条早已存在的生产线，只因为政治人物需要一张安全牌。这听起来多么荒谬，但这就是我们现在必须面对的现实。现在我们回头看这一切，你会发现301调查只是一个起点，它是推倒第一张骨牌的粗暴黑手，后面的连锁反应已经无法阻挡。未来的世界会变得更加破碎且昂贵。身处在这个巨变的风暴中心，我们没有悲观的权利，只能强迫自己看懂这套残酷的底层规则，不要再对过去的旧秩序抱有任何幻想。最后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，当全球化的退潮已经成未不可逆的定局，你觉得5年后的今天，什么样的资产或技能才能让你在这场大洗牌中不被淘汰？把你的答案写在留言区，我们一起面对这个真实的世界。喜欢帮我按赞订阅小铃铛，我是点点思维，我们下次见。